兄儿，听为父一句话，一会儿当兵的上门，由为父一人承担，千万不要出面，听见没有？爹，儿子向来不怕事儿，这种事儿哪有你出面承担的道理？糊涂！你是刘家唯一的香火，岂有让你冒险之理啊？把门打开！老爷、少爷，大事不好了！李清泉带人打上门来了。熊儿，你别再给我添乱了！听我一句话，你千万不要出面，听见没有？主帅，走。爹。 李大人，深夜登门，有何要务？刘振邦，我们在您的仓库里搜出了大量的鸦片。都说您是富甲一方啊，原来是靠的这种伤天害理的玩意儿发的财。走吧，跟我回衙门说清楚吧。这是哪个王八蛋这么胆大包天？李大人有所不知，父年事已高，儿子又不争气，生意都是下人打理。没想到他们竟然瞒着我，如此胆大妄为。你推就能推得清楚吗？啊？带走！老爷，我自己走。这位先生和小姐，有什么事吗？民女黄梅儿有冤情要诉。少爷，怎么样？老爷已经下了大狱，不过狱中上下都还客气。我二叔已经到了上海，近日有所行动，你在府里打点，我去狱中陪着老爷子。哎，少爷，老爷让您先去避避风头。老爷子下大狱了，我避什么风头？那不禽兽不如吗？少爷，司法厅来了2个官员，说有官司传您过去。少爷，你避避，我去看看。横竖都是死，我还怕他？走。原告、被告均已到位，现在开庭。哎，等等，法官大人，今天审什么案子？邓黄梅提出申诉，林雪莲和谢裁缝一案有天大的冤屈。他申诉，他凭什么申诉？因为我是谢杨柳的未亡人，谢杨柳是我的未婚夫。哼，就算他有资格申诉，这个案子与我刘某有什么关系啊？被告说他起意陷害，是受你的指使。他奶奶的放屁！肃静，刘建球，你再敢咆哮公堂，小心本官不给你面子。旁边听审。哼，被告，听就听。来人，带黄家山。是。黄家山，那晚到林雪莲家捉奸的可是你？正是小人。你如何知道谢杨柳在林雪莲家喝酒？是丁如松告诉小人的。带丁如松。是。丁如松，那天小裁缝在林雪莲家喝酒之时，你可在场？现在我记不清楚了。现在黄家山亲口指证是你告诉他这一消息，你要不要跟他当庭对证？这话可能是我说的，但具体的我真记不清楚了。你如果不在现场，如何得知他们2人在一起喝酒？丁如松，
从你的麻将馆里搜出了鸦片，还有蒙汗药等其他物品，你知罪吗？哎呀，小人知罪，小人知罪。原告律师，有话请讲。法官大人，请问在他家中搜出了什么东西？都是些蒙汗药。家里私藏蒙汗药，请问派何用场？丁若松，你说说看。法官大人，本律师做过一个统计，1年来安庆的码头来往的商人被蒙汗药蒙翻，骗走财物的一共是12起，其中更厉害的，有3个人由于用药过度导致死亡。这些案子至今未破。哎，吴大人，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呐！这些案子与我无关。既然在你家中搜出了蒙汗药，如果你不说明用意的话，只怕你难脱干系吧。丁若松，你可想清楚了，说不说在你。我是为了，对付小裁缝的。说清楚了。是黄家山，他想独霸林雪莲的财产，所以请我来帮忙。哎，但我没让你去用蒙汗药这种下九流的手段呀！住嘴！丁若松，这么说，小裁缝当晚在林雪莲家昏睡，是你的所为了？是的。将林雪莲陷害，也是你的所为？他俩确实来往甚密啊。奸情和来往是两回事。那是。哎，法官大人，就算当天晚上没有确凿凭证，林雪莲亡夫之死依然蹊跷。林雪莲跟他走得那么近，下毒之事，我看肯定是他。刘建雄，你说林雪莲的亡夫是被毒死的，有何凭证？死人的骨头发黑，这就是铁证啊！法官，我要求当堂呈上证物。呈证物。刘建雄，你说的证物可是这根骨头？正是。大家请看，如果死者是被毒死的，这根骨头应该里外皆黑，但是现在里面是白的，外面是黑的，这分明是炭熏火烤所致。黄家山啊，证物是由你所交，是你做的假吗？大人，确实是小人所为。你为何要如此陷害林雪莲？眼下林雪莲遭你陷害，死于非命，难道你想替她偿命不成？大人，小人本来没有那么大胆，都是刘少爷指使。你血口喷人啊！如果是本少爷指使，你有何证据啊？不是你让丁如松找的小人吗？丁如松这么说吗？纯属无稽之谈。丁如松，黄家山捉奸那日，不是你把小裁缝带到林家的吗？我记不得了。法官大人，丁老板都忘了。吴大律师，如果你要有能耐，可以让小裁缝写个证据啊。丁如松，那这蒙汗药的事情，你如何解释？你不是说是用来陷害林雪莲和小裁缝的吗？我一直看不惯他们勾搭成奸，我是想借用此药，来使他们原形毕露。如果他们勾搭成奸，那还用得着蒙汗药吗？还如何行奸？
黄家山，在，你是愿打还是愿罚？我愿打。来人呢？大人，我愿罚，我愿罚呀！大人，大人。黄家山听判，你的所有财产全部这个牌坊由我刘某来建啊，闹来闹去，没有想到冤枉了小裁缝和小寡妇。虽然不像黄家山说的是我刘某指使的啊，但我刘某也是安庆一方乡士啊。安庆出了这样的事，我心里也痛惜啊。出点钱也是敬表我对安庆的奸夫烈女一种表示吧啊。我要请最好的工匠。黄梅儿，你做监工，你看如何啊？退庭，将犯人带下去。走，来，走，走，冤枉啊！大人，救救我！冤枉啊！红梅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谢谢你给杨柳洗清罪名，我自愿卖身入你吴家，给您做丫鬟，以此报答。红梅儿，我怎么能让你去我家里做丫鬟呢？今天只是个良好的开端，还有你父亲假银票的案子，我还是要乘胜追击。其实我帮你只是出自道义，我觉得是应该的，你不用说报答我什么的。张差官，人命关天，为何如此轻判？以罚代刑更是不该啊！刚刚得到消息，有关鸦片一案，袁大总统亲自下了特赦令，说是安庆刘家对增进政府税收有功，私藏鸦片也是刘府下人所弄，所以特赦本案所有涉案人员一律无罪，鸦片上交国库。吴兄，你有所不知，近日税收吃紧，省里的拟督军下了手令，各种案件只要肯交罚金，一律以罚为主。至于林雪莲和谢杨柳的案件，现在也没有证据证明是刘建雄暗中指使，我也只能以罚代刑了。吴兄，其实这样的结局已经很不错了，起码证明小裁缝和林雪莲他们做人是清白的。清白，2条人命就换来了清白2字。没错，他们都是清白之人，可是他们没生在一个清白的世道。哎，听说鸦片都让你给烧了。标下是出于义愤，所以没有来得及禀报，还请大人恕罪。烧了也好，上交国库，上交了，还不是由私卖变成官卖？大人，就是不知咱们关押的那些与鸦片有关的人员，该如何处置啊？既然大总统有特赦令，那就都放了吧。啊？唉。
丁如松，丁如松，哎，你快出来，出来！刘少爷，刘少爷，哎，走走走走走。刘少爷，刘少爷，我一定替您效力，谢谢啊，行了，谢谢。麻将馆也给你买回来了。哎呦，太谢谢了，谢谢刘少爷。哎，都是自家兄弟，好说。哎，你小子够运气的，袁大总统现在天天催税，安庆囊中羞涩，所有的捕役犯，只要肯出大价钱，都可以获得自由身。谢谢了。还是给爹爹敬杯酒，给爹爹压压惊。有您二叔在袁大总统身边，为父倒也没什么可敬的。不过经此一劫，我倒是有个想法。日后做生意，还是要做正当生意，免得朝不保夕。哎，过往客商一目了然的。哎，黄梅儿，我是真心悔过。你看，刘建雄，希望你说的是真心话。嘿，句句实话。黄梅儿，我什么时候过去接你啊？到现在还在纠缠黄梅姑娘，真是禽兽不如。欧阳校长，你可是读洋书的，最支持自由恋爱了。刘建雄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天起，黄梅儿已经是吴家的人了。你要还在这胡咧咧，那可是自讨没趣。是吗？黄梅儿入了豪门了，哎，是做妻还是做妾呀？刘建雄，你怎么这么不知廉耻啊？哎，我不知廉耻，我怎么没有廉耻了？仗势欺人就是不知廉耻。是吗？我欺负人，我欺负谁了？黄梅儿，我刘建雄堂堂正正，就是想娶她回家做太太。哎，你吴公子呢？满嘴假仁假义，想吃又怕烫着。我问你，你真的喜欢黄梅儿吗？我喜欢她。嘿，好啊！你要真喜欢她，有种你娶她回家做太太啊！啊？哎呀，黄梅儿，我劝你还是认清这些人的真面目。哎，我刘建雄虽然是个小人，这没错，可我一心想娶你回家做太太啊。他吴玉生呢，让你做什么呀？我告诉你们，哎，真小人比伪君子强。你说什么？雨生，雨生，别听他瞎咧咧，咱们走。哎，你别忘了，你的字据还在我手里，这事儿不算完。雨生，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家？啊？我们在这儿有头有脸的，你怎么能把一个戏子接进来呢？妈，你小声点，黄梅儿还在外面站着呢。一句话不行，你让他赶快走。吴少爷，黄梅儿，来，来，来，妈，这是黄梅儿，黄梅儿，这是我妈，这是贤雅。吴少爷，我是来跟您道别的。我想，您家里也不缺下人，再说戏班子里也少不了我。谢谢你。
黄梅姑娘，你等等。这些钱你带着，路上花。谢谢。红梅儿，少爷，黄梅儿从吴府出来，又回了红滨楼。我就知道吴府容不下他，嘿，他出来更好。走，别人撵他，我们去接他。走。黄梅儿，黄梅儿，我来接你来了。黄梅儿，我来接你来了。别人撵你，我却来接你。这回知道谁好谁坏了吧？哎，黄梅儿，我来接你来了。哟，都准备好了。嘿嘿嘿嘿嘿，黄梅儿，跟我回家吧。哎，黄梅儿，别人把你撵出来，我是来接你的。你这回知道谁好谁坏了吧？哎呀，黄梅儿，我是真心喜欢你。你就跟我回家吧，我保证让你一辈子幸福，让你吃香的喝辣的，啊，不愁吃不愁穿，真的，我向你保证。知道了。黄梅儿，现在讲究文明，讲民主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再也不强迫你了。不过你走到哪里，我跟到哪里。下边这个迎亲班子，我常年雇了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天天来迎娶你，直到你答应为止。嘿嘿嘿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嘿嘿。李大人，李大人，你也为刘某来贺喜来了？刘建雄，你是不是以为在安庆这个地界没人管得了你了？哎，我来迎亲，犯什么法了？嘿，不过今天黄梅儿没有答应。哎，李大人，你放心，这杯喜酒我一定让你喝上啊！走了。黄梅儿，黄梅儿，你能不能别走？再等上1-2天，案子就马上水落石出了。下去吧。妈，你用茶。贤雅，我今天找你来呀，就是有件事情想和你商量一下。有什么事，妈您尽管吩咐。你呀，和雨生结婚5年了，但是对他的为人你不如我了解。这孩子呢，从小喜欢读书，肯下功夫，心气儿也高，就是不懂人情世故啊。你看他这次回来，净忙外面的事儿，冷落了你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呀。妈，男人看重事业是好事，
外面有他们的天地，我懂他的心，我就不会放在心上，更不会有什么怨言。我呢，主要怕他在外面跑野了，得想个办法拴住他的心。那有什么办法呢？所以我今天找你来，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意思啊。我听您的。我的意思，就是你们俩尽快圆房。妈，我知道您的意思，可是雨生对我一直回避，也就是因为我比他大5岁，人老珠黄了吧？说的什么话呀？啊，你要是人老珠黄，那我不成老妖精了？啊？哎呀，贤雅，你性格内敛，恐怕依你一人之力，难以降服雨生啊。我知道。你的贴身丫鬟巧菊也快18了吧？我看那个丫头风风火火的，是个厉害角色。人呢，长得也挺周正的。妈，您的意思是让雨生纳她为妾？不过这要听你的意思。所以我找你来，就是跟你商量这件事，你看合适不合适？你有什么想法就尽管说，不必有什么顾虑。我听您的。巧菊那丫头什么都好，就是嘴快。她的毛病我知道。我呀，无非是想给雨生找个人拴住他的心。不过这事儿不着急，你慢慢想着，想好了以后再告诉我，啊？太太，您喝茶。巧菊，我有话要跟你讲。太太，您说。少爷经常在外面跑，这外面诱惑太多了，我实在是不放心。我想，日后他要是再出门，最好身边得有个人陪着他。那当然是您陪着他最合适了。我身体不好。又有鸦片嗜好，实在不方便。最好是你陪在他身边。太太，您不是开玩笑吧？我是您的丫头，应该伺候您啊，怎么能伺候少爷呢？我一直都有一个想法，想和你说。如果你愿意，我想让少爷纳你为妾，这样你就能名正言顺地陪在他身边了。我已经和婆婆商量过了，觉得你最合适。还有就是你在他身边，我就放心了。先当几年妾，等你怀上了，再给你个姨太太身份。太太，我还是伺候您吧。你有这份心就行了，我不要你伺候。还是伺候她要紧。这样吧，我去禀明婆婆，你认为呢？太太，我听您的。人是一道墙，禁锢了盼望，挡在了我自己的身旁。为什么逞强？为什么假装？心却躲在门缝等希望。泛黄的月光，微笑不说话，距离让人不敢去凝望。
有些失败不能回想。你是否也一样，碰到爱就会慌张？还是不一样，选择为爱而倔强？你是否也希望忘掉爱给你的伤？还是回避爱情刀光？你是否也曾想，爱会有什么能量？也许难断肠，也许因为非思量。你是否不曾想，慌张爱情这道光，可能因为我们一样。巧菊姑娘，巧菊姑娘，快醒醒！干嘛呀？快醒醒！大太太不舒服，让你赶紧过去。谁不舒服啊？大太太不舒服，让你赶紧过去。啊，你先过去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哎。本庭宣布，黄梅儿告刘建雄伪造银票一案，现在正式开庭。哎，法官大人，假银票案子，我看在邓班主人已死的面子上，不再追究了。怎么的？他家人不念我对他们的情谊，他反而倒打一耙，告起我来了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被告，现在由原告对你进行结论，你有话先对他们说。刘建雄，你说银票是假的，有何凭据？假银票就在我那儿，不信你可以叫人拿到钱庄去鉴别啊。那请问这假银票今日你带来了吗？没用的东西，我还留它有什么用啊？我怕它流到世上再坑害其他人，我早就一把火把它给烧了。烧了？从邓班主开出银票到你们刘家，需要多少时辰？差不多半个时辰。半个时辰。如果邓班主真心是要以假银票蒙混过关的话，如何能在短短半个时辰之内得到如此以假乱真的银票？难道他不能提前准备啊？他欠我钱也不是1天2天了，他早有这个主意。如果他是蓄谋已久的话，为何还要在还债当天开一张真的呢？那是他的事儿，我如何知道？嘿，或许他以为蒙混不过去，再把真的拿出来。我刘建雄在生意场上滚了那么多年，岂能让他给骗了？刘建雄，你自己也说你在生意场上滚了很多年，那我问你，像银票这种有价票证，最害怕的就是被伪造，所以最难的也是被伪造。我没说错吧？对。所以说，如果能伪造出如此以假乱真的银票，并非市井小无赖所为。嘿，那当然了，要不是这样，满大街不都是捡银票的了吗？那还得了？好，据我所知，安庆能做出如此假银票的，最多只有3个人，而我今天刚好带来一个，还请法官大人让我的证人上堂。来啊，带证人。是。刘建雄，我这位证人可是在安庆制造假银票的翘楚，你可曾认识他？嗨，本少爷是做正当生意的，根本不认识他。好，你不认识他，那我问你，邓班主，他可是上个月的3号来的？正是。巧了，我这个证人刚好也是在上月初3卖出去一张假银票。证人，上个月初3是谁给你买了一张假银票？从实招来。上月初3有个汉子来找小人，说是要买张假银票，小人就给了他一张。如果这个人再次出现在你的面前，你能否认出他来？时隔不过1个月，当然可以了。来啊，带上来。来，看好，看好。
一个一个的啊，站好了，过来，站好。证人，你看好了，在这些人当中，有没有那天买假银票的人？就是他！你放屁！本爷根本不认识你。再敢咆哮公堂，将你打入大牢。其余人等都带下去吧。走。大人有所不知，做我们这一行的，原本就是火中取栗，为怕买家黑吃黑，对我们下黑手。我们一般都会在买家一探的时候留下1、2件东西，当做物证。当这位大爷来找我时，我就在暗中拿了他1件东西，只是他不知道罢了。那东西呢？哦，在这儿。我来问你，这把钥匙是不是你的？这个钥匙应该是开挂锁的。据吴某所知，这个下人在刘府是看管后门的。不如这样，我们大家去一趟刘府，拿这把钥匙开一下刘府的后院，这样真相不也就大白了？刘建雄，你意下如何？我们这就上你的府上走一趟。老子平时给你的薪水还少吗？干这种勾当，你说银票是不是你动的手脚？是，都怪小的一时糊涂。少爷饶命！哎呦，当班主，我对不起你的在天之灵。法官大人，我一定把这王八蛋带回去，严加管教。刘建雄，你以假乱真，陷害人命，岂是一句严加管教就可以了结的吗？那就听法官大人，当庭毙了这王八蛋就是了。少爷，刘建雄听判。刘府犯案家丁，罚苦役1年。刘建雄纵土作恶，也有失察之过，罚你在安庆请戏班唱堂会3日。既到死者，邓清风死前所欠债务一笔勾销。刘家不地任何方式寻衅滋事。刘建雄，你服是不服？服。好，把犯人带下去。起来！法官大人，饶命啊！法官大人，少爷救我！退庭。师妹，咱们赢了，上天有眼呀！咱们去坟上告诉师傅去。再见。谢谢吴大人，告辞。走吧。吴大律师，麻烦你帮我看一看，这个字据合不合法？这是当初黄面写给我的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，只要我救出小裁缝，他就以身相许。可是，你并未救出小裁缝。小裁缝没那个命啊！我已经在尼都军处为他求得了特赦书，没想到监狱起了大火。吴大律师，你说我这事儿办成了，还是没办成啊？总之啊，这件事情未能办妥。没有办妥，也算办成了吧？你想做什么？我就想让黄面履行字据啊。刘建雄，你是不是觉得在安庆，你们刘家可以一手遮天啊？那倒不是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拿出这个就是履行字据，就是秉公执法。你看上面不是写着秉公执法吗？如果她要是你吴大律师的太太，我不会夺人所爱，
否则我绝不罢休。怎么，吴大律师为难了？刘建雄，你说话算数吗？哼，只要你担得起，我绝对说话算数。好。